俄乌冲突给中国上了生动的一课，4个关键点值得我们引以为戒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，今天我们聊聊俄乌冲突让中国学到了什么呢？俄乌冲突爆发接近1年时间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地缘冲突不仅改变了国际局势的走向，也给中国上了生动的一课。纵观整个战局，有4个关键点值得我们引以为戒。第一，兵源。此前有不少观点认为，人已经不是现代战争的核心因素，武器装备才是。但从俄乌冲突的教训来看，对俄乌双方来说，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。例如，对乌方来说，获得西方的武器装备并不难，但西方军援的武器越先进，乌军接受的培训时间越长。近些年来，我军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快速列装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以及储备人才，是我们赢得未来战争的关键所在。第二，武器。在俄乌冲突早期，乌军还未获得西方大量先进武器援助时，很难抵挡住俄军的攻势。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，乌军获得了海马斯火箭炮等先进武器装备，战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乌军不仅止住了溃败之势，而且还在反攻中取得了不少的战果。如今，俄军在兵源充足的情况下，仍然无法快速向前推进战线。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乌军形成绝对优势的常规武器。未来中国最有可能面对的美军，其综合军事实力仍在我们之上，所以努力提升武器装备性能，我们面对美军时才会有更大的胜算。不过目前看来，在主战装备方面，我们与美国已经没有明显代差，这使得美军无法对我们形成绝对优势。第三，后勤。当初俄军之所以放弃围困基辅，后勤补给困难是主要因素之一。未来中国周边可能爆发的地缘冲突中，后勤补给也将成为战场胜负的关键。例如，在中印边境问题上，我军后勤补给能力提升之后，印军就变得老实多了，因为我们不但能够短时间内向边境投送大量的作战力量，而且还能够保障前线部队的后勤补给，印军根本耗不起。此外，在台海冲突中，跨海登陆作战，后勤补给线将面临来自美日联军以及台军的威胁。只有确保后勤补给线不被敌军破坏，我们才能够更加顺利地实施作战行动。第四，情报。去年9月份，俄乌攻守易势的主要原因就是乌军在北约的情报支持下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已经强于俄军，对俄军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。据悉，美西方为了支持乌克兰，调用了200多颗卫星为其提供情报服务，但相比之下，俄军只有10余颗，双方的情报能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。未来的台海冲突中，中国面临的情报压力将会更大，因为美国如果介入，必然会将大量海面作战舰艇逆入太平洋。虽然我们拥有不少的反舰手段威慑美军，但前提是情报系统能够提供目标引导。在浩瀚的西太地区找出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可并非易事。俄乌冲突暴露的这4个关键点值得我们深思。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，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坚决消灭一切侵略者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